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对，以及我们的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还有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没有诺贝尔和平奖，那你就要去侵略他国吗？川普有必要这么极端吗？你是破罐子理论吗？好，现在来看到啊，这个川普他非常不满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于是呢，他就在一封致挪威首相的信函中表示，由于自己未能颁获诺贝尔和平奖，他已不再认为有义务只能从和平的角度去思考国际事务，并且再度强调美国应该取得对格陵兰的控制权。好，那你现在想要格陵兰，你会不会用武力的方式夺取呢？川普是拒绝回答的，但是他重申，如果不达成协议的话，我会加你们的关税。那现在啊，川普的关税通牒已经来到了，欧盟怎么办呢？欧盟的这个冯德莱恩呢，他的这个绥靖战略失败了。现在啊，美国呢是不断的在逼近欧盟的经济战边缘哦。我们来看到冯德莱恩在欧洲内部呢是迟迟未能推进此前承诺的经济复兴计划，使得啊欧洲是非常的容易受到美国的霸凌。而川普围绕格陵兰发出的关税最后通牒，正是把美欧推向了经济战的边缘。至于英国呢，他怎么说？他说英国不应该在美欧之间做选择，不会对美国去采取报复性的关税措施。我们知道英国呢，他已经脱欧了，而且他在这个关税战的时候是第一个跟美国输成的，结果现在又被你这个格陵兰的问题给拖下水哈。那另外我们来看到呢，现在啊，川普打算要对阻止他购买格陵兰的8个国家来加关税。中国也说话了，说呢，促美方不要以中国来威胁捞取私利。那德国的右翼领袖则是批川普说，强抢格陵兰哦，这个干预主义，你简直就是普丁啊。那现在德国的最新民调也显示啊，只有12%的民众呢是认可川普去夺取格陵兰的表现，而且呢，只有15%现在视美国为可信的伙伴了。好，那现在呢，北约国也要开始发现美国的野心了，要去保卫自己的领土，尤其是丹麦的部分啊。现在呢，丹麦正在加速强化格陵兰的一个军事部署。那丹麦政府1年前编列了137亿美元去投资北极安全，也去增购了无人机啊、雷达系统，还有破冰船。另外啊，还拨款了3700万美元去扩充天狼星巡逻队的能力。现在呢，更传闻指出了有可能会去限制美方取得情资、使用基地或者是飞越航道等权限呢。那现在丹麦呢是大幅的增兵在格陵兰的部分，甚至还派出了这个陆军司令来坐镇。那么外媒呢也揭露说呢，欧洲的领袖是期盼能够借此去加强北极的防卫，来劝退川普对格陵兰的野心。好，但是北约有真的想要保卫格陵兰吗？其实呢，像是德国的13名的军事人员呢，已经从格陵兰撤离了。那挪威的2名军人呢，也预计要撤离。荷兰也是要从格陵兰去撤回2名军事人员。那像现在我们知道啊，7个欧洲国家总共只派了37名士兵，勉强凑成了一个排兵力。那在格陵兰演出了一个名为北极耐力的军演，结果现在还陆续撤兵了哈。那意大利的国防部长就说了，这个派兵的举动是去旅行吗？因为这个人数真的是少得非常的好笑啦。另外我们来看到美国的国内呢，是不是也要来进行武力镇压了呢？这个是在明尼苏达州的部分。好，现在五角大厦宣布呢，要派1500名的国民兵准备去部署在明尼苏达州。那么民众呢也冒着这个风雨啊，要来去进行反ICE示威啊，支持和反对人士呢全部都上演了一个全武行。甚至啊还传出呢，在当地已经逮捕超过1万名的非法移民了。但是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长说呢，说这个数字是严重灌水的，要民众不要轻信。但是川普要抓移民的动作从来没有停过，现在呢，甚至是在圣保罗移民执法局还发生了一个突袭行动，让大家看了是非常的不舍。我们来看到这个画面啊，这个是ICE的人员呢，因为身份误认，将一名连衣服都没有穿好的年长苗族裔的美国男子
在这个冰天雪地中，硬是把他从家中给拖出来。那么邻居就说，这实在是太令人心碎了。这是美国公民结果就直接被人从家里拖出来，身上没有穿衣服，也没有穿上外套只穿着内裤和洞洞鞋。这个画面看了实在是令人相当的愤怒。好，另外呢，还有这个爱死的探员在这个墨西哥的餐厅用餐完之后，竟然就去逮捕了餐厅的经理，这真的是这个是电影情节吗？好说呢，这个艾斯在明尼苏达州当地的墨西哥餐馆吃饭吃得很开心，然后呢，餐馆即将要关门的时候，他们又回来逮捕了为他们服务的服务员简直是相当的无语。这个移民官真的是太爱演了。但是说到演技，到底是这个移民官会演，还是川普会演呢？我们来请教赖教授。川普对于挪威没有给他这个和平奖他当然耿耿于怀因为他认为，挪威的这个所谓的诺贝尔的和平奖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用意、政治目的的一个奖项，不是真的主张和平的人所能够得到的，他都是政治目的来得到的。例如说，他最在意的一个人就是奥巴马，因为他认为奥巴马他什么都没做，当选了总统以后就拿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只因为他在选举期间里面，他承诺说，他如果当选美国的总统，他要减少在阿富汗的驻军，甚至打算要撤军等等这样的一个主张而已。他当选了以后就拿到诺贝尔和平奖，他觉得这样子一个动作是他没办法接受的，就是说，奥巴马什么都没做都能拿到诺贝尔奖，而他阻止了8场战争，他怎么可以没拿到？更何况奥巴马在拿到和平奖之后，他反而在阿富汗征兵，造成了双方最大的伤亡，所以他觉得这个根本就是一个政治目的的一个奖项，为什么不能颁给他，而要颁给奥巴马？奥巴马可以拿到，他更有资格拿到，更何况这个委内瑞拉的反对派的这个领袖拿到去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可是他却主张美国应该要出兵攻打委内瑞拉。那既然是和平，那就不应该出兵啊。那他一个主张川普美国出兵攻打委内瑞拉，一旦出兵攻打委内瑞拉，一定会造成伤亡啊。那这样的人都可以拿到和平奖，他为什么不能拿到？所以他当然耿耿于怀，他觉得这个挪威的做法不可取。好，那接着我们就看到了他对于格陵兰的这块土地，他确实是要定了，他很想要，而他不是演戏而已，他是真的很想要。那现在的情况是，欧洲的一些做法，坦白说也已经让人家有点在嘲笑了首先就是你看到那7个国家，他们支持丹麦，所以等于是总共8个国家，因为丹麦是反对格陵兰被并吞嘛，那7个国家声援他，就派了37位壮士浩浩荡荡的就飞到了这个格陵兰去。结果川普马上宣布，我对你们这8个国家，从2月1号开始，我就对你们课征10%的关税。如果你们还不改变，6月1号开始再加25%的关税，那等于是10%再加25%就35%了，在原来的对等关税15%，那这样的话就50%了，比大陆的关税都还高了。你看到德国在第一时间马上把他的13名的这个士兵就撤回来了，然后他的理由是说阶段性任务完成他们在海岸侦察的结果没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军舰中国大陆军舰本来就从来没有去过嘛，一直没去过，过去10年没去过，现在也没去过，然后丹麦也知道，美国更知道，因为美国在那边有最大的空军的军事基地，都知道的话，德国的侦察兵说没看到中国的军舰的身影，也没看到俄罗斯的军舰的身影，任务完成，结果回家了。荷兰也跟着回家，现在挪威也要跟着回家，那就只剩下法国这个15个小兵留在那个地方，什么时候回家也可能法国没多久也宣布他的阶段性任务完成了。为什么？因为川普对于马克龙很生气嘛，因为马克龙强调就是说这个不能接受的，而且呢，他要反对，甚至连加入这个和平会议他都不同意的话，他说我对你的白兰地再课征200%的关税。哇，我觉得这个川普对于欧盟的盟国
他们的态度，只是欧盟盟国自己也做的实在是太丢脸了。真的是37名兵力哈，但是川普的目的是不是就是希望大家赶快去保护格陵兰呢？这样美国不用出兵呢？也不晓得。但是看起来欧盟的兵实在是太少了。我们请教林玉芳委员。这个副总统啊，美国以前的副总统这个钱尼啊，他有心脏的问题，他的心脏帮他看心脏病的那个医生啊，你看今天《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出来讲话，他说啊，这个川普写信给这个挪威的总理啊，那就是说，因为我没有拿到诺贝尔和平奖，所以呢，我就要把格陵兰给拿下来。他说，这个美国的国会应该去调查他是不是私人了。讲不好听点，就是认为他的心智是不是正常啊，可以继续当这个美国总统。因为这个是很怪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欧洲的这个其实整个防卫的重心就是北约嘛，你丹麦是北约的一份子。1949年在定这个要创设这个所谓的北大西洋工业组织的时候，它的目标是美国结合欧洲这些国家，要共同对抗苏联的可能的这样的一个侵略。现在你美国变成说俄国去侵略乌克兰，那你美国现在好像也要跟北约的这个欧洲的这个盟邦要为难了，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医生才认为说，你这个川普，你要不要先检查一下你这个心智是不是正常？美国国会该不该调查这样？不过欧洲国家自己要好好检讨一下了，因为他们自己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欧洲嘛。你看，你欧洲自己都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在德国有34500人的美军驻守在那里，全世界最多美军在国外的就日本，国外就是德国。然后你一共有14个国家，连法国以前是不准北约设在巴黎，所以后来才出走到比利时去，到布鲁塞尔。可是连法国都有美军，大概有80人在那里，所以整个你说德国，你说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一路念下去，14个欧洲的国家有美军驻守在那里。那你本身你欧洲就要靠美国保护你，你今天怎么有办法跟美国人说不呢？有办法挑战这个川普的这种荒谬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呢？而且最重要一件事你欧盟的执委会的主席冯德莱恩，他就是非常的亲美。现在的北约的秘书长是荷兰以前的首相，干了14年首相。你知道前一阵子他跟川普这个见面的时候，他称他为什么？称他叫 Daddy。川普公开讲说他叫我 Daddy 他叫我父亲他认为他叫我是他的父亲那你想想，这就看得出你欧洲人你自己本身就是好像当做美国人的附庸一样。你虽然把这么多国家组织起来叫做是一个欧盟，可是事实上你们自己这里面你们本身就不够合作，而且你们国防的力量也不够强大，你完全要依赖美国保护。你现在乌克兰战争，欧洲打的战争，欧盟的这些国家们，加上英国，你们都没有办法去协助这个乌克兰有效的对抗俄国的侵略。那你怎么说你今天要对抗川普，你怎么对抗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给我们很多的深思当然你要再讲更那个一点，就是说，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制衡美国，所以美国现在就是为所欲为。你先看到根本不是川普总统，就是川普大帝，川普皇帝，他就是个大帝。好，我们接下来请教黎大中老师。对，我想川普现在的做法就是步步紧逼因为他的风格大家也很熟悉就是第一个爱恨分明，像是这些欧洲国家站出来帮丹麦的他一定是记在心里面，就是说这个你跟我唱反调我就不会轻饶你，所以第二个就是川普还是非常相信实力的原则啦，他看重美国自己手上的力量，那当然他会衡量我今天要打交道或者我对手的这个分量，那由他的角度来看，其实丹麦甚至是欧洲全体可能都被他看清，或是目前欧洲主要国家一些动作就是有点被美国是看破手脚因为我们也看到新闻最新的报道丹麦这个国防部长要坐镇格陵兰，还说要部署可观的兵力，但我们也知道目前丹麦在格陵兰这个岛上这么大一个岛上兵力就
最多大概就200人。那整个丹麦的现役部队就是2万多人。所以当我们可以看到，当丹麦希望能够对抗川普的时候，他一个是靠自己，但他也知道力量不足，他一定要援引一些欧洲主要国家力量进来。所以第二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欧洲国家有没有齐心协力？那明显看起来其实没有。因为真正跟丹麦在一起的，包括英国在内，就7个国家派驻象征性的人力到格陵兰，然后被川普一恫吓之后，很快又收回去。这个就是一个很血淋淋的事实。那甚至是有些大国，比如说意大利，基本上是反对的，而且有点在讪笑这样的派遣。意大利的国防部长很明显讲说，这个兵力是什么意思？有点是远足吗？是郊游吗？那意大利总理梅诺尼是非常跟川普非常好，也是大西洋主义者。他明白表示说，任何在这个格陵兰的部署都要以北约整体为名义，而且要跟美国充分的协调。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目前这7个国家跟丹麦在一起，曾经少数派驻兵力的，都不是以北约整体为名义。所以这一点就是北约内部不团结，也是分裂的。那所以被川普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未来我觉得就这种4种可能性。第一个是现状不动，不太可能；第二个是就像欧洲主要国家打的算盘，就是我们让步一些啦，让美国更予取予求一些，派出更多的兵力、更多国防预算，开矿啦、稀有资源我们都听美国的。但是我觉得川普不只是满足于此。第三个就是丹麦最后就屈服，让你去购买。第4是假设丹麦宁死不屈，那美国可能就动用强势的手段达成它的目标。那排除第1个选项跟第4个选项，我觉得2、3的几率还是大一些些。好，我们接下来看到日本的部分，哇，高市早苗真的是政治豪赌来了，他已经宣布了他要在这个1月23号呢解散众议院。好，他在这个今天早上的时候召开记者会了，说呢现在呢只能由身为主权者的国民来决定，让高市早苗担任首相是否合适，是否愿意将国家经营的重任委托给我，希望能够由国民直接的做出判断。那他说了，1月23号就要解散众议院，然后呢在2月8号就要举行投开票。正式宣布到大选仅仅就只有16天的时间而已这个时间这么之短所以在野党呢是措手不及。于是呢，这个在野党就质疑了，说现在呢，在国民对未来的生活感到很不安的情况之下，还有你国际安全保障情势都很严峻的时刻，你竟然来解散众议院，去制造一个政治空白，让我们不得不对你解散来抱持着疑问。好，那日本媒体的民调呢，也显示了有78% 的人都是认为现在的时机是不合适的，甚至还有日本的民众呢，已经上街抗议说高市早苗解散众议院是刻意制造了一个政治空白，会对民众的生活去产生一个影响。而我们看到了，就是因为高市早苗之前呢跟这个中国的关系闹得不愉快但是他说中日的立场关系不变，而且呢他也不预判这个选举结果会影响。他说呢，秉持着推动战略互惠并且稳定的日中关系立场不变。那至于选举的影响呢，我不会先做出判断。但是他也同时宣布了自己之前就说过的主张，那就是呢，他要去修改这个安保3文件了高市早苗呢也再度提及台湾有事，指出呢，中国在台湾周遭军事演习，以经济胁迫的方式迫使他国屈服，重申要去深化日美同盟以应对，并且要修改安保3原则来建立长期的备战机制，提出设立国家情报局，以提升情报分析与危机预防的一个能力。而现在这个中日关系的恶化不仅仅是这个高市他已经要宣布要修改安保3文件了，就连民众的生活也会有影响。包括呢，我们去动物园，日本的民众呢是看不到猫熊了，最后的2只猫熊1月26号就要回到中国了，所以呢，民众呢是排了5个小时就要去见它最后一面。那另外包括了这个赴日本的中国游客也锐减了40%，这个是日本出入境资料的统计2025年12月呢，陆客赴日人数34.87万，跟2024年12月同月相比呢，是锐减了40%。
这个数字呢，当然是冲击到了百货商场啊，很多的日本百货商场呢，2025年12月到2026年2月的营业利润呢，预计呢将同比下降24%。那业内普遍认为，这就是陆客减少的原因。那另外来看到，其实日本现在呢，国债殖利率也是不断的在飙升哈。日本的30年期国债殖利率是一度上升逾10个基点，到了3.59%，达到推出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但是现在呢，高市即将来举行这个众议院的大选了嘛，所以呢，他也推出了一些利多，尤其呢，现在日本通膨非常严重，他就知道呢，很大的一个关键就是食品成本，于是呢，他呢就推出了一个这个要减免消费财税的。我们来看到啊，其实呢，这个日本的食品成本飙升呢，消费者价格涨幅已经是连续4年都高于央行2% 的目标了。尤其呢，这个11月啊，食品支出就占家庭的总消费比例达到了28.9% 哦，这个是2000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哦。好，所以现在呢，川普想要去减免这个消费税啊，希望能够减轻大家的一些负担。但是它的裁源是什么呢？不知道，所以市场很忧心会重演特拉斯时刻，也就是之前的英国首相的一个问题，导致日债遭到抛售。好。投资人抛售日债，反映了市场对高市能藉由选举进一步巩固权力、扩大刺激支出的一个忧虑。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说，日本的国债殖利率才会飙升嘛。好，除了这个日本国内的问题呢，我们来看到啊，其实高市也一直很想要见川普一面呐。那现在路透也说呢，日本对美国的5500亿美元投资已经列了首批计划。那么美国跟日本两国的政府呢，选出了这个投资承诺下的一个首批计划，已经加紧的来展开讨论了。目标呢，就是在高市早苗预定今年春季访美前，要正式去确定首件投资案。好，说到了他要在今年春季访问美国哈，预计呢是在3月20号，也就是春分的那一天。好，但是呢，这个时间呢，预计呢会希望能够牢固美日同盟与商讨对中政策，并且与同盟要求中国停止强化对稀土等重要物资出口管制措施。好，这个会晤要谈的东西好多哦，但是川普都没有表态会不会跟中日元首来进行会晤哦。看来呢，川普呢是对日本的态度是相当的明显的。但是啊，我们来看到了。至少啊，这个高市早苗也非常的聪明，他就是想要趁着现在自己的民意高涨的时候，赶快先掌握国会吗？我们请教赖教授。高市的战略很明白了啊，他想有点在实质上改变这一次日本的选举。日本的选举基本上是间接选举，也就是说，他们由民众先选出国会议员，再由国会议员来推出他们的这个首相，也就是说，哪一个党获得最多哪一个党执政，他的总裁就是成为这个首相。可是高市这次是要直接诉诸人民，说你直接支持我也就是他在这个19号的记者会里面，他就说我要解散国会。如果我的国会这个公民党，不是公民党，自民党跟这个维新会没有超过半数的话，我就辞职。所以你们如果要我继续在位置上，你们就必须要支持我的政党。也就是自民党以及这个维新会，主要是自民党，你要让我这个自民党赢，那也就是说，你们对于我的支持要转嫁在我的政党的候选人跟政党的票上面。因为日本是一个跟我们台湾一样一选区2票制，但这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他们的小选区的候选人也可以成为政党的比例代表制的候选人。也就是说，他们是可以同名的，2个同时选我们只能够选一个。你要不是选小选举区，你要不就是成为政党票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代表制，不太一样那但是很明白的，高市早苗他有经过计算，为什么？因为时事通讯社在最新的一个民调显示出，高市早苗的政府跟他本人跟他的内阁，时事通讯社估计。至少超过62%以上的支持度是支持高市早苗跟他的内阁。另外一个民调里面甚至高达78%，那就非常的高了真的很高。然后他们本身还有一个对于政党的支持度里面，他们发现自民党的支持度大概24%，但是最大的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大概6%多而已。
不过有55%的选民没有表达他的态度，没有表达他的意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表达意向的自民党远远领先于最大的在野党的这个立宪民主党。所以对高市早苗来说的话，他的政党支持度目前来讲也领先于在野党，他个人跟他的内阁的支持度也这么高，再加上他有一个从去年11月开始，从11月7号提出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以来，他的越反中，他的民调支持度越高，而最终测出来的结果，他们的估计是这一次的选举如果他解散国会，他或许自民党单独一个党可以拿到260席的席次，这么的高，那也就是破了233席这样的一个席次，这个都是他的一个民调给他的一个支撑。但是我们都知道，民调参考而已再强调民调参考而已，因为有个变数，这个变数就是韩国的统一教，他所揭露出来的内部的讯息是，他们已经在2022年的时候控制了这个日本的290席的席次的这些国会议员。那这个部分里面，如果更多的爆料出来，会不会引爆日本的政坛的震动？这我们不知道，要看未来的选举而定了。真的是只剩16天就要大选了，这真的是一个重磅新闻。我们来请教林玉芳委员。对，现在的民调最新的民调跟他稍早的民调，譬如上个礼拜的民调，他上个礼拜的民调高市早苗支持度还有74.4%，那最新的这个礼拜的民调，他跌了4个百分点，跌到70.4%。那这个他的整个反对的力量呢的比例呢增加到23%，就增加了4.5%。他是这样的，就我们都选举过了，选举前，譬如说2个礼拜或者10天，你的民调如果往上走，你当选机会就大很多。可是如果开始往下走的话，就会变得非常危险。那现在离2月8号的改选那还有差不多有将近20天，不到20天了16天。对，这个讲起来还有一段时间。如果持续下跌的话，坦白讲会有点危险。我想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说，你怎么刚上任？你是10月21号上任嘛？那你怎么现在就要改选了？你这样子是不是有太多的政治上的算计？那反对党就会用这个来做攻击。如果说你这劳民伤财嘛，你根本不应该这么快的改选嘛，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就是说，也可能因为是第一点的原因，你现在民调开始往下走的话，因为上任这么久以来，10月21号上任到现在，他的民调才是明显的开始下降。那这个你还有到2月8号，你还有这么长一段时间，你这样子的下降的幅度会不会越来越大？会不会持续下降？如果是的话，坦白讲就会危险。所以我们不晓得啦，因为看起来现在的在野党挑战他的能力是不足啦，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自民党依然应该是胜利，而且可能赢了不少，但是可能不会像高市早苗跟他周围的那些谋士们所盘算的，说再改选高市早苗就自民党可以大胜，高市早苗的这个民调会变得更高，支持度会变得更高，施政更容易，可能不会像他们想的那么好，但是胜利我认为是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啦，自民党还是会胜的。但是如果高市早苗他继续执政的话，中日关系就没有办法缓解了耶。我们来请教雷大中老师。对，因为高市早苗的政策其实非常清楚他在外交上就采取比较保守的路线那对北京是比较严厉。那包括他这一次也特别讲说这个安保这个文件要修改，那又再提一次台湾有事所以大家可以预料到他的政策就是非常的亲美，那对中国大陆还是采取比较防范的态度。这也可能他认为是一个这个胜选的这个制胜方程式。那第二点是他这个改选时间点提前改选应该是经过精算的，但不管再怎么精算，还是有一些所谓的这个赌注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改选之前自民党在众议院的席次总席次465席，它不足300席，
就算加上有党日本维新党35席还差一点点。不过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个叫革新知会的3名议员基本上投靠，就加入这个执政联盟的运作，所以刚刚好让这个高市早苗自民党这个联盟达到233，但不够，因为那不是一个稳定的多数，而且日本维新会跟自民党的合作是采取议题式的合作，他也没有入阁所以高市早苗的如意算盘，第一个地方就是说，他希望要的是一个稳定的多数，最好就自民党能够单独过半，那这是他的一个如意算盘。那第二个是有一个小变数，就是也要看，因为高市的人气毕竟还是比较高点，虽然有慢慢的下落，但是呢，自民党的这个政党支持度跟他本人的支持度有落差，有没有办法把高市的个人的这个他认为他所受到的欢迎，那加持在这个自民党党籍的议员上面，这是他要考验的地方。那第三就是在野党这个动作啦，因为目前看起来，公民党就自民党过去26年的这个长期合作的伙伴，目前是在野的地位，现在是跟立宪民主党李清嘉燕合作，而且他们可能会有一个新的这个政党的改名的名字，叫做中道改革联合那这个联合的政党，一般预估他大概可以拿下465席的，大概170席。他不会过半，但有可能会对高市早苗形成一定程度的威胁但是一般预料到是，自民党在改选之后席次会成长。目前最有趣的地方是如果根据民调，多数的日本民众不希望改选，因为太频繁。但是如果真正改选，高市早苗跟自民党还是比较能够得到日本民众的支持这是一个目前很现实的地方。好，我们来看到美国呢也是持续的想要当这个世界的老大，但是呢，他要当老大，他不要现任的组织，他要自己重新组一个组织他现在呢组了一个叫做和平理事会的一个组织，而且他甚至是邀请其他国家来加入，包括了中国。他说呢，中方表示已经收到了美方关于加入川普和平理事会的邀请了，但是中国并没有说他们会不会来加入。另外包括了这个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也宣布了说，俄罗斯总统普丁呢也有受邀去参加这个和平理事会。那现在呢正在跟华府确认细节，但是法国总统马克宏他是最直接表明的说他拒绝加入。他说和平理事会的权力过大了，而且呢也已经超出了你所谓的加萨治理范围你另外成立一个组织，还可能去削弱联合国的架构。而这个加拿大呢，消息人士则是指出说这个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是拒绝为这个席位来出席，因为说要10亿美元才能够去加入嘛。但是其实很多的国家都陷入一个两难，因为呢他们不想要去得罪川普，但是又不想要交这10亿美元加入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所以就非常的两难。但是现在这个中国大陆的媒体就说了，这简直就是一个山寨联合国，而且这个山寨联合国呢，暴露了美国政客骨子里面根深蒂固的霸权主义思想世界是否和平，并不需要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需要是否服从美国的家法即可。好，除了这个很妙的和平理事会之外呢，川普也睽违6年去参加了这个达沃斯的论坛，那他呢也是带着一个非常豪华的代表团一起去出席，包括了5位的内阁部长，还有其他的高级官员。但是川普近期又是对委内瑞拉，又是对伊朗，还有格陵兰来出手，重新拆解了国际秩序，让全球都面临了一个地缘政治的紧张。于是呢，今年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呢，有一个主题对话精神，示威者就在达沃斯的一处滑雪道上面呢，投上了这样子的一个川普漫画，讽刺说 WEF 年会呢秉持着金权政治的精神。好，现在美国呢态度越来越强硬了，就有《金融时报》报道说，反而川普正让全世界去爱上中国。因为相较于美国赤裸裸的国家利益，中国呢在其划定边界之外呢，也很少进行对外的军事干预，展现出一个相对克制的姿态，进一步去强化其稳定供应者与非干涉者的形象。那《金融时报》更进一步指出
说美国正在模仿中国，川普对中国的嫉妒是公开秘密，而且更讽刺的是呢，这种嫉妒并没有获得中方的回应。好，说到没有获到中方的回应，我们就来看到了中国的这个外交政策的协会会长怎么说呢？说呢，中国不想要跟美国搞对抗，但是中国也不想要跟美国搞中美共治。很明显的，中国就是想要走自己的路啦。但是呢，美国现在走自己的路是什么一个新的一个玩法呢？贝森特说呢，川普要建立一个讯息，说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什么是美国孤立啦。总统还将展示什么才叫做美国在世界舞台上面的领导力。我们当然知道不代表美国孤立因为你一直在对其他国家下手，你根本不是自己关起门来玩自己的好，那说到中国呢，他假三挖工啦，包括了他不跟你美国去喊销，他直接呢在科技上面努力的进行自己的建设，包括了中国的用电量呢，竟然是首次突破了10兆千瓦，这已经是美国全年用电量的2倍以上嘞，这就代表着中国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强劲韧性，以及产业结构升级，还有经济绿色转型的一个前行轨迹。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代表我们中国没有在跟你缺电的啦。好，那另外呢，中国的这个 AI 竞争力呢，也是称冠全球像是呢，中国在实体 AI 专利综合竞争力排名已经是全球第1了，美国是第2名。那百度华为、腾讯等中国科技巨头呢，就包办了前3名。好，不止 AI机器人的部分呢，中国也是非常的厉害，包括了这个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出海去造飞机了，而且空巴还采购了非常多。好，这个空中巴士呢，已经采购了优必选最新款的工业版人形机器人，就是要来去帮他们制造飞机。这也意味着相关的应用呢，已经进一步拓展至全球的航空制造了。结果这个时候美国在干嘛？美国还在搞你赴会参加新组织，而且其他国家要不要参加都是非常的两难。我们请教赖老师。中国大陆确实已经说他已经收到美国的邀请，但是他没有回应参加还是不参加但基本上来讲，不可能去缴10亿美元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和平理事会那就看哪一些国家缴。可是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已经是第一个国家跳出来说我们不会参加了那川普马上给他威胁说我要对你的白兰地课200%的关税那目前来讲看这个法国怎么跟美国来去周旋，不过我们也留意到加拿大的卡尼也已经跳出来了。加拿大卡尼做了2个动作，这个比较特别。第一个特别就是说我不会缴那10亿的，但他并没有说他不参加，他可以参加，可他不会缴10亿。他想免费参加。这第一个。第二个，他说我现在正在思考要不要也派兵到格陵兰去那这个部分很明显的就会让这个川普非常的不愉快川普这次大阵仗的带了这么庞大的代表团去参加冬季达沃斯的时候，这个有点滑稽也有点可笑。为什么？因为达沃斯的经济论坛，他们比较主张推动的是怎么样减少贸易障碍然后促进这个全球的经济的繁荣跟发展。那减少贸易障碍的意思，也就是说，怎么样尽量走向贸易自由化，不要走向保护主义。可是川普却单独的对于所有的国家课征对等关税的这样的一种制造更多的贸易障碍，这个跟达沃斯的精神是刚好相背离的。相背离还带着庞大的代表团去参加这个达沃斯论坛，而且他还要发表演说。但是他的代表团里面，贝森特们等他们就开始嘲笑欧洲，说你们要对格陵兰有意见你们一定会成立什么样的工作组？不过那也就是一个欧洲工作组而已。你又敢对美国怎么样？你怎么样，我就再给你加关税，加了100%、200%、300%，整个跟欧洲脱钩，看你欧洲敢不敢。那欧洲跟美国的贸易额是1.5万亿美元这很高的那如果真的欧洲跟美国脱钩，一定是两败俱伤，不会只是欧洲伤，美国不伤。不过我觉得目前来讲，就是双方在一个较量的一个阶段在这个较量的阶段中，欧洲能不能顶得住？其实全世界都在观察，如果欧洲最后还是顶不住，节节败退，像您看到德国就第一个跑掉了刚派去44小时就撤军了
那这个德国的这种外强中干也已经被人家嘲笑了。然后英国只派一个军啊，派一个兵，然后英国人说，哎，我绝对不会对美国实施对等报复行为的。他如果要克10%就克10%，我估计英国可能偷偷的把那个兵就撤回来了啊。那撤回来以后就说，哎，你看哈，我完全没有支持丹麦哦，你就不要对我再课10%的税，反正2月1号要开始课了嘛。然后就看他们怎么去跟川普说，然后最后，然后就变成哪一些国家没课，那就是代表他们已经跟川普私下谈好了，说他们不会再支持丹麦。那这样的话就等于是一个一个瓦解了，一个一个破解。这个就是川普采用的裂解欧盟的一招，就是棒打出头鸟。那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一些出头鸟准备被打啊？另外，我们也留意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在发展 AI 里面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那就是电一定要充沛，而且电要越便宜越好，够用啊，然后便宜、稳定、干净。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要领。目前来说，马斯克他看得最明白，去年他就说，中国大陆的电超过美国的2倍以上，而且他估计再过5年，2030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电会是美国人的3到5倍。那如果是如此的话，美国在发展 AI 就会被自己的基础建设所限制住。而且不只是美国，我们台湾也有这个缺电的问题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川普的和平理事会现在连中国都递出了邀请，我们来请教林玉芳委员。然后这个很多国家这些大国大概不太想参加。你看他的名单，他有一个执行委员会，川普自己当主席，这里面有美国的这个国务卿 Rubio， 你再看一个人叫库森纳，就是他的女婿。这个只在用这个用人这个用到就是一点都不避嫌呐。这个用你的女婿替你跑在中东当特使一样跑来跑去，你现在要重建加沙也来了。人家其实对川普很不放心的一件事，就是说，这200万的这些可怜的加沙的人民何去何从？按照川普最早的讲法，这些人都要赶出去的，都要送往其他阿拉伯国家，比如埃及啊这些，要让他们整个离开。他认为这是个好地的，他做房地产的嘛，这就在做一个度假胜地嘛，另外一个蔚蓝海岸嘛，就这样子嘛。那这200万呢不是少数目。他放到其他国家去，都会成为社会问题。当然，美国可能会说：“哎，那你这些大国哪些钱出来帮忙安置他们？”这个不是1天2天的事，这个构成现在欧洲国家对于所谓的难民问题都非常的敏感。我想中东这些国家也是一样，没有人会愿意接受。而且大家都知道，你川普就是偏向以色列的嘛，所以你这个结果，你这个所谓的重建，第一阶段停火，第二阶段重建。这个重建里面一定会搞得很天怒人怨，所以这些国家不愿意背书，因为他们就认为你美国拜登已经够糟了，你川普更是偏以色列偏到这样子。到现在为止，以色列还在一个坑道一个地道一个地道在搜查，然后在那边把它炸掉。他认为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哈马斯的人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不会是一个好的事业。所以各国不愿意加入原因，是因为你川普本身你的态度就是明显的偏袒。第二个人，这个人是不可预测的，所以跟你一起做这件事情，好事到最后都可能变坏事嘛。所以我觉得他就说人的信用度很重要。一个人说话做事，尤其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常常说的话是很荒谬，人家都没有办法接受的事。你没有拿到诺贝尔和平奖，你怎么会拿这个当理由要去侵占人家的格陵兰呢？而且人家这个委内瑞拉的反对派的领袖拿到了和平奖，这个奖给你，你也敢收？全世界诺贝尔和平奖没有过这种例子的。而且诺贝尔和平奖的那个负责的那个单位，那是一个 institute， 他都已经出来讲话，他说我们这个和平奖搬出去以后就做了决定，就没有说什么可以撤回的。第二个呢，不能分享啊，说我给你分一半给你啊，更不可以转让。结果川普就干这种事情。所以一个好全世界最敬佩的诺贝尔和平奖，
被川普搞得真是乌烟瘴气。所以对这个人，我只能说，我看了美国总统这个大概是历史上最差劲的美国总统就是川普。川普真的是创了很多的先例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真的有国家会付10亿元参加川普的和平理事会吗？请教李老师。对，因为和平理事会其实还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概念啊，因为它最早出现还是在去年川普在加沙问题所提出的20点方案2个阶段，但这一次他宣布说进入到第2阶段的时候，其实大家开始狐疑说，这和平理事会到底是什么？好像跟大家预期的不太一样，因为一开始大家认为说，这跟加萨重建相关，应该是加萨限定的理事会跟委员会。可是当有越来越多的媒体披露一些里面的细节跟内容的时候，大家发现好像并不一定是如此。第一个是川普的这个主导地位非常强，因为他是主席，只有他可以邀请谁能够加入。第二，他可以控制里面的议程，如果根据现在披露的宪章来看的话。第三是，虽然里面是多数决但是川普对于宪章的解释跟最终的诠释，他有他独断的权利。第一个。